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的大山里啊，看这里啊，环境非常的好。这边呢有一条小道通向这个山里面的一个弄，那边呢是不通路的。看这个路走的人还挺多的，所以我们是打算过去里面探访一下。今天呢也不止我一个人哈，我们一起有2、3个人。我们来看这里啊，这里有一片崖壁，然后下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头。像这个石头的话，都是应该若干年前垮塌下来的。它怎么垮塌下来呢？当年啊，我是站在这个山顶练这个九阳神功，一不小心呢，脚跺了一下，就把这边崖壁给跺下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走吧，我们现在继续进山去啊。你们不是老说你怎么一个人进山吗？今天我们3个人啊，这个是阿志兄弟，这是林小兄弟啊。他们2个呢也经常到山里转的，主要是拍航拍哈。对，那走吧。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上了一坡了，然后再从这边走过去，走那个垭口那儿，再过去呢，就应该到了我们想去的目的地啊。这个步行还是又要走不少时间，大概全程的话，应该也有个50分钟。可能会超过1个小时，走慢一点的话。这边呢，全部是这个陡峭的石梯啊。你说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啊，可能你还可以喂马，用马来驮，但他们这里生活在这里面的话，应该大多数都只能靠人工了。你说这么陡峭的地方啊，你用马来做运输的话也是不行的，太陡了。这个山垭口这里，我们发现了这里有一棵特别神奇的树，树上还开了好多的花，这花很漂亮。这个树呢是他们有维护一下的，长在了这个石头上面，那个边上有用这么多石头把它这个树根给护住，那感觉这个树是不是很值钱呀？大家注意看一下哈，这个花的形状是跟叶子一模一样的。只不过花是红色的，叶子是绿色的。这个花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纹路，跟叶子上一模一样的。这种花大家有没有见过？挺神奇的哈。走在这个山梁上来啊，这边看到的全部都是这样的石头，就像一座石头城一样。而这个石头呢，都是那种特别坚硬的那种大青石。在我们贵州把这个叫大山，在他们广西叫做千山万弄。每走过一个弄啊，都是翻山越岭，很不容易啊。翻过了这个山垭口啊，咱们现在视野豁然开朗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弄中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属于一个山顶弄，也就是山顶上的一个，我们贵州把它叫做坑吧，他们这边叫做弄。这个玉米都长这么高了，这里面还是挺大的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村主啊，人就是居住在这个位置，那么前面像是一个出山的门一样，就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的镜头来看的话，前面是很陡峭的，不走那边进出啊。进出山的路的话，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整体的一个环境，两边都是收拢的崖壁，那么前方这里是一个平坦开阔的地界，再往前方那个岔口过去就是悬崖峭壁。整个两边的山呢，也都是很陡峭的那种山，相当于把这个地方围在中间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是从这个垭口过来的，所以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长条形的这种山顶弄啊，所以在这个上面还挺凉快的，是吧？因为它不像那种在深坑中的弄啊，在山顶的弄的话，它是通风的，两边的这个垭口的话，跟他们这个地方也差不多是平齐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栋房子的这个地方，仿佛感觉这个第一栋房子没人居住了。
刚才我跟大家说了，那边我们看到有一个打石粉的机器，他们呢就是用那个石粉机把石头磨碎，然后加上水泥呢，做成这么大一块一块的砖。你看这个做砖的这个盒子啊，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然后就用这个砖来建房子。所以也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嘛，我们在广西的这些深山弄中啊，都会经常看到有这种3层4层的这种楼房。那么就是这样做的。哇，这个村子还不小哦，是吧？这里挨着一大片的人家户。这个房子呢是肯定没有人住了，我们稍微进去看一眼呗。当初在修这些房子的时候也是费了死老劲了，对吧？而且修的几层几层的。这个就是活脱脱的一个荒废的房屋。前方我们看看，这个是院坝，是吧？全是杂草丛生，都是没有人住了。我们继续往村子下边走吧。走到这儿来了，我们几个人一块儿，是吧？也没有听到有狗叫声。感觉怎么都没人住啊？这看去都是好陈旧的样子。这个房屋给我感觉应该是有人住啊。这个房屋，如果有人居住在这里的话，肯定是这个房屋啊。其他的应该不是。老人家，你吃饭了没有？吃完饭了。哦。我说话你听得懂不？他们家有人是吧？我说就你自己在家吗？听不懂就有点麻烦了。我们从这儿来之后就看到这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们这边是瑶族嘛，所以说呢，说普通话听不懂，然后他们说那个地方的这个民族语言咱也听不懂，只能在这里转转。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居住的，你看那边还有这个土墙，这边这些都是全部垮塌掉的，这里面是没有人住了。我们这转了一圈了，应该就那个老人家在里边住。看一下这一排，这什么地名呢？大定村福六队，这里属于地书乡。那么它这边是连体房，免拆的，就是他们外面有一个安置新区啊。这个牌子上我们有看到搬迁地点，巴潭安置，就是这个村庄的人呀，都已经是整体搬迁了的。那这边也是写有这个牌子。我们在这个弄里面转了一圈啊，发现这里有好多的房子，但是呢，房子基本上都荒废了，应该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没有住人了。只有这下边这个房子有一个老人家在这里，他估计是不想在这个下面去生活吧，所以他一个人留守在这个大山里面。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地界上他种了好多的玉米啊，特别勤劳的一个老人家。我们目测的话，他应该是差不多80岁左右的一个年龄。跟他聊了几句呢，但是说话我们也听不懂。后来呢，他又说了好多，但是你们知道啊，瑶族话我又听不懂。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所以也不敢说把他说的太多东西呢给大家发布出来。整个这个地方环境非常的漂亮啊，它的两边都是这个大山所阻隔呀，而且是特别陡峭的。那么他们这个地方生活需要出山去呢，前面那儿也去不了的，只有从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啊，步行才能出得了山，所以这也是他们唯一进出山的一个路道。我们从空中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地方的环境啊非常的漂亮，
尤其是这个右侧的这个崖壁啊，像那种刀片崖壁一样，很多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吧。但是因为不通公路呢，确实在这个地方呢生活比较艰难一点。还有一个呢，因为它两边都是这种薄薄的山体崖壁嘛，在这个地方用水也存在一定的困难。所以啊，我猜测这也就是他们要搬出去的原因吧。我们抛开这个生活呀、生存条件之外啊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地形啊也是相当的奇特哈，就像从地球的中央伸出来一只手，把这个地方摊在中心。居住在这里呢，有那种住在手心里的感觉。当然，可能确实因为住在高山上嘛，然后生活呀这个都不是很方便。如果说要修路上来呢，也是那种石头山啊，可能造价也比较大。这样呢就没办法，大家整体呢就往外搬。如果说是在古代呢，它绝对是一个防御的天险好地方啊。这也就是古代的人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山弄里面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，可能就是为了安全，让别人很难找得到。如果外面的人你想到这里面的呢，也是非常不容易啊。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前方上山的地方如果拦一道石墙呢，你基本上就是进不来。所以说，这也就是古代的人啊，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些山弄里面来生活啊？第一个呢，躲避战乱；第二一个呢，为了自身的一个安全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也听不懂，就是您多少岁了也不懂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到哪去了呢？去买东西回来嘛。哦，你听得懂我说话不？你听得懂我说话不？听不懂哈？对，他们又听不懂我说话。啊，你们慢点哦，歇一下，然后慢慢回去哦。我们下去了。我身后这个屯呢，叫做弄温屯，也是他们称的那个天眼村啊。这个地方非常的震撼，它是在山顶的一个凹槽处，所以被称为天眼村啊。整个村子的周围呢都是悬崖峭壁。我们可以看看这边的大山哦，非常的震撼又陡峭。我们从那个路开过来的，然后你看这里盘山公路上来，在这个山的后边这儿绕过来，从这个山梁上把车开过来的。然后车子呢是停到了这里。那么整个这个天眼村呢，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山顶一个凹槽处。看一下，说实话哈，确实是属于那种资源匮乏的地方。因为整个一个周边都是这种石头山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山上也没有什么大的树木啊，只有那些缝隙中呢长一点这个绿植出来。那么在这个上边呢，基本上是没有很好的一个土地的。而这个天眼村里面呢，也住了好多户人家，是吧？那么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啥？因为整个这个地方就这么一小个面积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这个村子里边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4、5栋的这个楼房啊，都是2、3层的。在这个天眼的坑底呢，也还不错啊，下面有一些土地，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土地。整个这个村子呢，它是被围在了这个山顶的这个弄里面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天眼村，对吧？我们从空中俯瞰的时候啊，感觉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天坑状，但是实际走进来呢，还挺平坦的哈。因为它这个天坑呢是在这个山顶上嘛，所以说整个还比较平坦，而且也比较凉爽。它不像那种特别低洼的那种坑啊，那种天坑的话就比较热。
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他们这个天坑内部的半山腰修有很多的那个水池，像这个圆形的都是水池。整个这个天坑一圈的这个半山腰呢，都修有很多的水池。你看那个房子后面修了2个，这边这些也有。我看了一下这个天坑内部啊，这种水池有不下10个。那么它这里面呢，总的是好几户人家哈。我看这里的房屋呢有个7、8栋。那么从这个土墙房子来判断呀，这个上边居住的人呢，那可能是不下100年了。因为这种土墙呢，肯定都是100年前的产物啊。那中间有一个小房子，正坐在这个坑底的中间，哇，看着不错。然后他们这里现在还要在这里新建房子，看到了吧？这里正在打地基啊，要在这里新建房屋啊。有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土地丢荒都不种，但是你看在这个地方土地资源是非常匮乏的，所以他们在这个边上的这些石旮旯子啊，就一点点位置啊，它都会种玉米，都会种一些粮食。所以你看，所以人生长的环境不同啊，然后大家面临的这个处境也不同。这里是在新建房子是不？就准备在这里建房子。哦。建来养牛。这里有多少家人啊？5、6家。总的只有5、6家吗？都搬迁了哈，就是那种盖瓦的都搬迁了。然后楼房的话就没有搬的，自己建的。这多少年了？这里住了？多少地方也住了100多年了。100多年。那你们知道这个祖辈为什么搬到这里来住吗？以前老子说过哪里知道？以前也不知道。那这里也是瑶族了？是啊，瑶族啊。哦。那你们这里的话，就靠在这个地方种地来生活吗？以前的话？对啊，外面也有啊。外面还有地啊？对，外面有地啊，也不扛过来。我看这个山上有好多水池，你们这里是不是严重缺水呀？对，也是你搞的。那等于说那个水池搞在那里的话，就是等这个天下雨就存水。对。修这么多个池子，有没有遇到天干的时候水不够的？如果不下雨了，水不够喝了。怪不得你们这修应该有10个池子吧？有吧，不止10几个吧。10几个？对。反正一个池子的用。没有长流水哈，这个上面没有。应该你们这么多池子的话，应该连续2、3个月晴天的话都不大会缺水啊。那么多的没事的。没事的啊。你看这个就是智慧啊，严重缺水的地方，就靠天水的话，也能把这个水的问题解决。对。但是修那些池子的话，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可能。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哈，他们这里现在有6户人家在这里住，也就是现在建楼房的这几家人呢是有人留守居住的。像这个还是红瓦房这几个红瓦房呢就搬迁过了，没有在这里住了。相当不错啊，这个地方看去，这个公路修通之后啊，简直就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啊。然后从这个山梁上的一条公路延伸过来，在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椭圆的结构。我跟他说，就像一个鹅蛋形，或者说大家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一个蝌蚪形的一个环形路啊，空中看起来特别漂亮，但是我们在地上的话就看不清楚啊。人啊，其实生活的这个环境越艰难呢，其实人们的这个干劲精神就越强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他们本来是严重缺水的一个天坑，对吧？但是看到这些房子的周围遍布着10多个水池，到现在呢，他们完全不缺水，也就是你有2、3个月的时间从来都不下雨，他们也不会缺水。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啊，只能咱们去适应环境啊。从2016年通了路之后，这个地方反而是大家特别喜欢来玩的地方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广西的大山里哦。今天也不得了啊，
我们发现这个山梁的后面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从这个路小道啊，直着往上走过去，然后下去呢就到那户人家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还有电线啊？就是专门拉到那户人家去的。走吧，这个路都感觉没怎么走啊，就是这种石步梯，好像里面住的人他也不怎么经常出来哈。我靠，走这个杂草丛里面，我真的有点怕蛇，主要是今天光腿啊，有蛇的话就麻烦了。哎呦，这怎么感觉像走原始森林一样？路都被边上的这些树叶挡住了。哎呦，真是不容易啊，住在大山里面。哎，这偶尔爬一下都这么累。哇，马上就见到曙光了哈，到了山顶了。哇，我的天！到这里就豁然开朗，这里就是一个峡槽。先给大家来个空中的场景，太漂亮的地方了。走吧，下去看一下。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来都来了，一定要下去看一下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。你说这样的路，让你们城里人来走的话，你走路都走不稳，何况说住在山里啊，有时候还要背着一些物资，少则几十斤，多则100多斤，你说你能走吗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坑底有4栋房子，都是那个土墙。但是那个住人的那个房子呢，它是修的2层的那个砖瓦结构的楼房。我看到这里可能还发展有产业啊，他养的蚕在哪里啊？我比较好奇啊，看看他养的蚕。咦，他还养有一个马嘞，他这个马从哪里过去啊？哦，难道那边还有条路？那我们来的那个路，驮马肯定不行呢。应该有人在家吧？有人在家不？主人家，老板，叫了一下主人家，主人家不在。但是这里环境真的是漂亮啊，世外桃源一般。这有个小马，小马，你不要踢我啊！我走这边一点，你别双脚跳出来踢我。那我们看到这里呢，只有这一家人在。你看那边的房子全部是荒废的，墙都倒塌了，连瓦片呢都已经破洞不堪。所以这个整个上边这个坑底呢，就是这里有一家人住在这里啊。当然主人家不知道在哪里去了。哦，是养蚕的。来，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吃的刷刷刷刷刷的。哦，在这里。老娘，这在干嘛呢？你在养蚕呢？哦，你这个养了不少哦，我还第一次看到你这个养蚕。你是哪里的？贵州的。贵州的。对，来玩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蚕，这么多。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看着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的？怪不得那个外边地里种了那么多的桑树，它就是采这个叶子来养蚕。这边养的应该有不少啊。你是哪里的？我，贵州的。贵州来到这里做什么？玩。我们都是旅游的，我们就在旅游。旅游嘛。旅游玩耍。哎，这个地方呢，玩的没有用啊。有玩耍嘛？你养了多少蚕？哎，你养了多少蚕？蚕。多少？1箱蚕了。1箱。哦。1箱是多少条？ 100块钱。几百块钱？
你养出来可以卖多少钱1000块。几千块，那还可以哦。你这些桑树叶全是自己种的哈？你种这些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哈。一年就养这个蚕也可以赚几千块钱，还可以哈。然后你还养有牛吗？养了多少牛啊？几头？哦，还可以哦。您贵姓啊？姓韦的。是不是韦小宝的韦？哦。现在是不是就你们2个老人在上面？现在是不是就你们2个人在上面？我们人家搬迁了。都搬迁了哈。就你没有搬是吧？我也搬，我现在我到这里做工。哦，你也搬迁了，在这里做工。这样子。好吧，这个叔叔挺忙的，我们不打扰他了，在外面来转一转。这边种的全是桑树叶，然后还种一些玉米。玉米的话，他们自己种来吃的吧？啊？搞什么东西来这里玩呢？好玩啊！你们这里好啊。桑树嘛。我说您多大年龄了？多少岁？60多岁喽。60多岁喽。哦，那还很能干哟。我说不成了。我也听得懂一点，就是我说话怕你听不懂。你们这个一年可以赚多少钱？一斤2块钱，20块钱。一斤20块钱，一年可以弄多少斤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弄个2000斤可以不？2000斤弄得到吗？2000斤。差不多。差不多哈。那可以。那你这个玉米种来是自己吃的？玉米收不完呐。吃不完。种来吃不完。2个人呢，舍不得几多。哦，现在就是你们2个老人在这里是吧？其他的人全部搬走了。搬走了哈。哦，你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在这里搞一点养殖，然后就是整这个东西啊，是吧？这个上面很好哦。种上去多容易点，时间多短点。就是种这个比较好，它轻巧一点，你好拿出山去嘛。如果你种别的话，可能就太重了，拿不出去啊。15点才得买。你忙吧，我转一下哈。你忙你的，我这儿走转一下啊。干什么嘞？旅游来玩的。没有其他事情，就是玩。可以呀。可以啊。看看这边的土墙，这个就是以前的土墙，这个土墙要超过100年了。这个土墙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做的，你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个是一层一层的，它是用那个木箱给它关起来，然后里面还加有一些木材加固。那么在关好木箱之后呢，把这些泥巴全部弄进去，用那个木锤来夯，一锤一锤的夯。那么它夯好这一层之后，又上面一层，所以你看到这个都有印记的啊，这一层一层的上去的。土墙呢就是这么做的。你别看这个土墙，它的做工比较简单，但是它能够千年不倒啊。如果说长期做的话，你看这个墙，它可以是大概有3层楼的一个高度，就这一单面墙了，它直到现在它也没倒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很结实的这个土墙房，而且住起来的话冬暖夏凉。哇，这里面真的非常舒服啊！它是山顶的一个天坑，所以说呢，它这个风是相通的。你看现在这个风都挺大的，然后住在这里真的非常的舒服。那边那2个房子可惜啊，都倒掉了，这个也倒掉了。我看到这个房子我还觉得挺复古的，挺喜欢的，可惜就是现在都倒掉了啊。其实你看他们2个老人家60多岁，在这个上面呢种这一片桑叶养蚕呢，一年可以收入几千块钱，然后再种一点玉米，自己吃一吃，然后喂个马呀，喂2个牛啊。他说种的玉米都吃不完。其实什么是幸福呢？有时候只要这个生活不成问题，自己过得开心，其实就是幸福了。我们外人看来可能他们这里比较辛苦，但是你看他们
养点蚕呐、这个种点地啊，其实是乐在其中的。等我老了呀，也像这2位老人一样，远离城市的喧嚣啊，隐藏在这大山之中。这里真的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存在。我个人的话非常喜欢，虽然说这个步行上来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是年纪大了之后，自己隐在山中，有一点自己的事做，然后呢，也过得比较清闲，在这个山里空气也好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大家喜欢这样的地方吗？上去喽，老人家，我们走喽。坐下啦，不坐了，这里玩先啦。不玩喽，我们要准备下去喽。你慢慢忙啊，我们走了啊。哎。